这个我们看大陆的很多事情，这个它有一个表象，它的表象是怎么建立起来？就是它的很多外宣啊，尤其在网络时代，你看在网络上它有多少的网站啊，这个铺天盖地的啊，用那种讯息大海的方式啊，向你淹没而来啊，所以说给我们一个表象，就是第一个啊，中共很强。啊，这个习近平这个权力很巩固啊，等等的啊，然后台湾这个中国中必统一，这是啊历史的走向啊必然的结果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深入了解，可以发现说，其实并不如此。这个所以我常讲，中共最危险的地方不是台海，不是南海，也不是东海。而是中南海，为什么呢？这个都是有历史根据的，因为这个你看哈，毛泽东死了以后，这个没几个月，他的太太就江青然后他所这个当初非常倚重的那所谓的四人帮，马上就被抓起来，这个抓起来是。中央警卫局，那么当然是几个大佬戳动了华国锋去，就换言之，连他自己的太太都保不了了，然后呢，华国锋做也没做多久，那是华国锋既是这个党的主席，又是国家主席，又是军委主席，集大权于一身，但是说倒就倒了，然后呢，这个你看后来接班的，像。这个赵紫阳胡耀邦啊，他们这些人也都是这个说倒就倒，然后赵紫阳后来等于被软禁，是所以在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中共第一个他从来这个接班问题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这个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未必接得了班，最后。决定的不是由毛泽东，以毛泽东这样的权威，他都没办法决定他的后面的接班人。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现在习近平看起来很稳这个大家都不敢吭气，但是呢，你看他还在不断的抓人，过去是各地方的干部，就是一些诸侯各地方干部，然后现在呢，慢慢抓到哪里？政法委。前段时间是公安国安、公安，最近是政法委，连中央政法委里面都有人被捕，所以说这代表什么？他不相信这些人，因为这个我们知道那个江派过去他执政时间太久了，所以说盘根错节，到处都是这个与江泽民有关的人，那么这些人对于习近平来讲。他都觉得不可信任的，所以他不断的清洗，不断的更换，但是这样子有用吗？我们看到习近平一方面不断的把权力集中于一身，但另外一方面也使得中共的政权所谓的围如垒卵，好像鸡蛋把它垒了越垒越高，看起来好像通通在习近平的篮子里面，但是他垒得越高越危险，为什么呢？因为人总有这个老的一天嘛，那个这个过程有可能也是譬如说突然中风或突然心肌梗塞一夕之间对不对？但问题在哪里？中共这个政权很特别，他不是说你接班了像一般我们民主国家总统选举完了，就算这是川普再怎么闹，但是这个总统换了就换了，对不对？你再怎么闹也没用，对不对？那么新上任的总统马上三军一定向他效忠他马上能管得动。那么大陆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第一个，他的军队是自成一个系统，是国中之国。换言之，就是说，中共所有的领导人，如果你没有办法有效地掌握解放军的军权，那么拿什么国家主席什么党主席、什么党的总书记
都是空的。所以当初邓小平他什么职务他都不要，他唯有保有一个就是中共的军委主席，但是他就是最有权力的人。所以在这样一个结构里面，我们看到中共的危机有几层。第一个，习近平想要继续做下去，但是我们知道他面临很大的挑战，来自于内部。为什么呢？因为江派的人马，或者说是非习派系的这些人马，已经忍耐很久了。好不容易等到10年你要下台了，你又要继续做，那做到什么时候呢？对不对？第二个，这个前面这个破除终身制，这是邓小平立下的规矩啊。所以如果你要以这样的方式来打破这个规矩，当然你说你修宪了，国家主席可以那个，但是党的这个主席那就过去那个邓小平立下的规矩。你就不能够随便乱动，人家反对你是有根据、有理由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心里很忧虑。但是我们看到中共有一个现象，每当他内部的矛盾很严重的时候，他就会去强化一些外部矛盾。最简单的例子，譬如像说1959年，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很重要一点，就是彭德怀跟毛泽东之间的斗争。那么这个庐山会议从7月开到8月开完庐山会议以后，接着开中共的8届8中全会，然后接着毛泽东又开一个军委扩大会议，军委扩大把所有这个10级以上干部通通召集来，就是要斗倒这个彭德怀。因为彭德怀你看他这个一路以来他领军他作战很有贡献的，而且他个人的魅力，他的这个影响力很大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觉得他的权力不稳。为什么？因为在庐山会议最主要就是人家在检讨他的3面红旗，而且他发现说不是彭德怀只是开第一枪的人，后面还有很多人，所以他觉得权力不稳之后，你看1959年庐山会议，1960年真正的中共跟苏共翻脸是1960年，虽然他们5、6年开始就是什么九评在那边是理论上的斗争，真正翻脸1960年，那是彭真那个代表团去参加这个共产国际的会议，然后在这会议上直接跟苏共就闹翻了。那么，然后一直到1969年，甚至爆发珍宝岛战，那种战役的那个冲突，这个。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毛泽东不断的强化说，苏联可能要打进来，然后这个林彪都提出人民战争理论大家要这个深挖洞、广积粮，北京到处都是地下的城市、地下防空洞，所以他就制造一个外部的矛盾，就是说让人家觉得哇，国家很危险了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更要巩固领导中心。所以你看到现在习近平的套路。他就是在复制毛泽东的套路，因为他的内部，他觉得没有安全感，他觉得很那个，所以他必须要用战狼的方式去挑动这些外部的矛盾，让全世界都讨厌他，让大家觉得我们更要团结，让大家觉得说哇，你看这个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你看这个新的8国联军又要打我们了，这个时候我们更要这个团结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对不对？所以说他要继续做下去，所以这个套路我是不变的。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出说习近平的心虚。但是话说回来，今天习近平如果说他不断的集权而又没有接班人的话，一旦他不能够行使他职权的时候，那么中共的危机就出来了。更大的危机在哪里？更大的危机，他的解放军说实在，目前看去，中共的这些比较有地位、党内地位的人，没有一个人跟解放军有渊源。所以这个就是他真正的危机，就是就算你接下了国家主席，接下了党的主席，你很难接下这个中共军委主席。那么没有抓不住军委主席，你的国家主席、党的主席都是空的。